如果你和我一样英文有一些底子，但是只要用英文举手发言、上台发表，甚至是在工作面试的时候就会感到紧张害怕，脑袋一片空白的人，那你今天一定要看这支影片。今天的影片涵盖了英文口说的底层痛点、练习方法，还有问答案例。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都在教我们怎么把事情做好，技术怎么实现，怎么拿到好成绩，但是他没有教会我们怎么去行销我们自己的东西，去表现自己，怎么累积上台的自信。而这也其实是我在荷兰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大部分亚洲同学他们其实真的做了非常多，他们底子技术都非常的顶尖，甚至一个作品做到了90分的程度，不过会因为自己没有做到那10分，所以非常保守的把自己讲成只有60分或70分。而荷兰同学刚好相反，他们的技术跟建模能力做到了60分 ，However， 他们可以在发表的时候把自己讲到90分一样的精彩。那后来跟外国组员变熟悉之后，我就跟他们聊天，提出了这个观察。他们荷兰人就很直接的告诉我说，这其实是自信的问题。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经常会训练他们举手发言、上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累积很多经验和自信。我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台湾的时候，老师常常会说，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有没有同学想要回答？但这时候通常都是班上的那几只固定的小猫来回答，而其他人通常都是鸦雀无声，然后不敢对视，不敢被点到这样。但在荷兰环境非常不一样，就算是我觉得平常很内向外国同学，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仿佛会直接切换人格一样，超级敢举手，也很敢反驳老师的意见。整个课堂的氛围是非常平起平坐，而且大家都很融入在里面。那这就让我想到过去在书中还有老师都有提到，你在学习的时候，你越是 engage， 你内化跟吸收的效果其实是越好的。而因为过去在语言的转换吃了太多的亏，所以我下定决心想要精进我英文口说的能力。而我对我理想的学习环境有3个大要求。第一个就是我希望我的老师他是有科技背景的，他也可以了解我做 Chatbot、UI/UX 的专业。第二就是我想要一个框架式的教学，它是有一套方法跟准则的，针对我自己没有办法发现的盲点进行改正，省去我在网络上、小红书 Anywhere 看一大堆无效影片的时间。第3个就是它要弹性便利，因为我的时间非常的不固定，加上我不同阶段所需要的老师不同，可能我在准备面试的时候，我需要比较密集的训练，而平常的时候我可能想要一个 casual talk 的对象，我不想要一次买一堆课，然后砸大钱，因为这样子反而会让我压力很大。而根据以上这3点，我找到了一个100%符合我需求的平台，也就是 italki。italki 是一个全球超过3万名教师的平台，它除了语种非常多样，重点是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可以看到这边有金融、商业、科技，甚至有法律等等一堆。如果你担心你的英文底子不够好，其实上面也有很多老师会说中文，所以初学者也可以找到会说母语的老师，相对起来压力不会那么大，沟通起来也比较不会有障碍。而我就是专门找擅长 presentation 和面试准备的Shayan老师。Shayan老师他本身就是 HR， 而且他还有科技的背景，所以他是非常符合我的条件的。跟老师上课之前也有问我说 Any particular topic of discussion you would want to focus on？ 那这我真的觉得就是跟大班制很不一样的差别。客制化的1对1教学就非常的有效率，因为老师可以针对你的 unique needs 对症下药。而我的部分就是以提升英文发表水平这件事情来特训。那如前面所说，我们都知道外国组员他们在上台的时候都是闪亮亮，非常自信。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在短期内来弥补这段差距呢？ You're quite right. Asian students do work really hard. The lack of that confidence is due to lack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Your communication is not going to improve in a week of hard work or 2 weeks of hard work.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 to gain immediate confidence for, say, for example, interview tomorrow or presentation tomorrow is preparation. So, for example, your tonality. When we speak, when I want to emphasize something, I stress, my voice slightly raises, certain pauses. So that kind of technique actually puts character in that content. Then it sounds like you're actually saying it while you're thinking.
那 Shane 老师给我的建议就是大量的准备，准备的重点不在于背诵文字，而是你如何去演绎，如何去 deliver。你必须要在回答中加入自己的个性，运用语气的起伏、重音的强调跟适当的停顿。目标就是要让你的受众、面试者、观众都觉得你是在边思考边说话 ，saying it as you're thinking it， 而不是像朗读已经背好的稿子。So if I say to you, what gets you out of bed every day? So for example, in your case, being a person who is young, currently in academia, you could talk about being able to become better at what I do. The desire to become better. Curiosity to learn different things. Ambition to succeed, improve and evolve, not just as a person, but also as a professional. So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you need to talk about, especially in an interview. You know, because it's not about the tasks, it's about the actual motivation. So understanding the question is the first thing, and then you can think on your feet. 那这边老师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示范 What gets you out of bed every day？ 大家可以暂停看看，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这题？其实这个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起床，而是你每天的动力来源是什么。老师很快就举出了3个例子，包含渴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想要学习更多的好奇心，或是你成功的野心。这些答案当然都只是参考，不过大家也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每天让你起床的动力到底是什么？首先你先得听得懂问题，再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并且修饰过后回答得漂亮。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you is not to have a perfect CV, because everyone's CV is done by ChatGPT. They all look the same.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not to sound like ChatGPT. You can have a perfect answer from anywhere. It's so easy, but it's just an answer written words. And that's a tricky one. Then you think, oh, well, then what is a good answer? You know, if ChatGPT's answer is not good, it is good, but the problem is when you give that perfect answer, you sound fake. And if someone sounds fake and not genuine, I stop listening as an interviewer because I'm thinking this is a regurgitated answer. 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有趣，因为在 ChatGPT AI 的时代，求职者和演讲者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怎么有一份完美的讲稿、完美的履历，因为大家都用 AI 润过了，大家都很优秀，看起来很完美，但也看起来都一样。我们现在的挑战不是给出完美答案，而是听起来不要像机器人。如果你只是从网络上抄来的一个完美的框架法则，听起来就会很假、不真诚。而你的观众跟面试官其实是可以感受到你带给他们的那个氛围的。这堂课虽然只有短短30分钟，但我觉得它的成效真的比我在网络上看过任何影片都还要好。它教会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不需要去成为任何人，首先你得先成为你自己。同时我也了解到，看似是随机的发表或者是面试，它其实背后都有逻辑，可以去拆解、预测，可以提前先准备好的。那我真的特别感谢 iTalki 来找我合作，并且赞助这支影片。接下来在求职跟面试的准备，我都会想要回来这个平台。加上 iTalki 它这个平台是按堂付费的，它不需要订阅制。你如果今天不太喜欢这个老师，你也可以随时根据你现阶段的需求换不一样的老师，并且去买他们的试听课程。这种制度对于可能在面试前才需要密集练习的人，忙碌跟时间比较弹性的人，压力就非常的小。而且它还有 App 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现在点击资讯栏下方的链接，并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CHAO， 首堂课消费满10元可以折5元，而这个优惠只限于前50位，欢迎大家去使用。那新的一年，我期许大家都可以达成自己新的目标，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看到这边的你们，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们有所帮助。我们下集再见，悄悄。